当今社会，人们一提到要强健骨骼，脑中浮现的无非是两样东西：牛奶与钙片。我在台北执业的时候，几乎所有因骨质疏松来看诊的患者，都会带着同样的困惑问我：医生，我每天都规律的喝牛奶，也按时服用钙片，为何我的骨头反而感觉一年比一年更不结实？每次听到这样的陈述，我都为他们感到惋惜。问题的症结点从来都不是你吃了多少钙，而是你的身体究竟有没有吸收到以及补进去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补充钙质不能仅仅迷信账面上的数字，许多人热衷于寻找那些标榜高钙含量的食品或补充剂，却从来没有反思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你吃进去的这些钙，身体真的能利用吗？即便利用了，这些钙是顺利的进入骨骼，还是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阻塞？如今在台湾有个非常矛盾的现象，许多长者一手拿着钙片强健骨头，另一手却承受着中风或肾结石的痛苦，这难道不讽刺吗？实际上，你拼命补充进去的钙，最终很可能转变为伤害身体的毒素。中医的智慧讲求天人相应，阴阳调和。我们看待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切入点并非钙质是否充足，而是从一个人的肾是否强健来进行判断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早已阐明，肾主骨生髓，肾脏主管着骨骼的生长、修复、密度与力量。一旦你的肾功能虚弱了，无论你摄取再多的钙质也无济于事，因为那个负责接收钙质的身体平台已经损坏了。这好比一个底部有破洞的木桶，你再怎么努力往里头注水，也永远装不满。所以我总是在强调，骨质疏松的根源并非表象的钙质流失，而是深层的肾气衰微。这也正是我在临床上从不轻易建议病人去服用钙片的原因。我会引导他们从最根本的养肾气、养骨气开始着手。而在众多调理方法中，一个既简单又极其高效的方式，便是将鸡蛋与黑芝麻搭配使用。这个组合看似朴实无华，但它调理的是根本而非枝微末节。你千万别低估了鸡蛋和黑芝麻这两样寻常食材，在我们中医的系统里，它们早已超越了普通食物的范畴，而是被视为药食同源、相辅相成的补骨黄金组合。鸡蛋能滋补阴血，黑芝麻能填补肝肾，两者结合运用，其作用远不止补充钙质，而是在于涵养骨气、滋润骨髓，从体质的根基上进行改善。我曾有一位从台湾来求诊的女士，年约50多岁，骨密度报告的结果非常不理想。西医嘱咐她每日服用2颗大剂量钙片，并大量饮用牛奶。我对她说，倘若你持续用这种方式补养，不但骨骼的问题难以改善，反而可能引发腹部胀气和便秘，让你的肠胃功能越来越差。她采纳了我的建议，开始每天早晨吃1颗水煮蛋，搭配2汤匙炒制过的黑芝麻粉。仅仅3个月后再次检查，她的骨密度竟然回升了，连带膝盖酸软的问题也消失了。她的家庭医生看到报告后直呼这简直难以置信。之所以会有这种认知上的差异，是因为现代医学习惯将人体切割分析，肾脏归于泌尿系统，骨骼属于支撑系统，血液则是循环系统。然而中医强调五脏六腑是彼此关联、互相影响的整体。肾一旦虚弱，就会引动骨骼的虚弱，血液亏虚则会影响骨髓的充盈，肝功能不佳也会造成筋骨的活动不灵活。这就是我们整体调理的思路，不是哪里有缺就补哪里，而是要从问题的源头去处理。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，骨头这东西并非越坚硬就代表越健康，骨头需要具备生命力，要有能力生成骨髓与血液。这依靠的并非你吞下几百毫克的钙粉，而是仰赖你的肾气是否充沛。肾气一旦衰败，骨头自然会变得脆弱、疏松，甚至引发疼痛。这种病症在中医范畴里称之为骨萎或骨枯，跟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钙质流失是不同层次的概念。我年轻时在台湾就见过许多这类型的患者，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钙片可言，乡下人也鲜少能喝得起牛奶，但他们的骨骼却很硬朗。反观现在大家什么都补，骨头的健康状况却一代不如一代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答案其实就2个字：肾虚。肾在中医的五脏系统中是做强之官，是生命的根源，它主宰骨骼，生成骨髓，其华在发，
其窍在耳，与脑部相通。肾气足，骨骼就强健，头脑也清晰；肾气弱，骨骼就虚浮，双腿就无力，听力会减退，牙齿也会动摇。你若细心观察，那些深受骨质疏松困扰的长者，几乎完全符合这些描述。你看一个人，如果走路时脚步虚浮，膝盖不稳，同时伴随牙齿松动，大量掉发，那十之八九就是肾气不足的表现。你可别误以为肾虚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利，事实上，当今许多30-40岁的年轻人已经提前出现肾虚的迹象。原因何在？过度劳心，过度操劳，长期熬夜，思绪繁杂，饮食不规律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的，就是情绪的压抑。人一旦长期处于压抑状态，全身的气机流动就会受阻，导致肝气郁结，进而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。脾胃无法有效地将食物转化为精微物质，肾脏就得不到应有的滋养，长此以往，肾气便会枯竭，骨骼的问题自然随之而来。所以我讲课时总结过一句话：养骨必先养肾，养肾必先养心。你的情绪、你的饮食、你的作息，乃至你的每一次呼吸，都深深地影响着肾气的盛衰。而鸡蛋搭配黑芝麻，正是在这个调理方向上最简单也最有效的一种食疗方式。其关键并非它们的钙含量有多惊人，而是因为它们的药性能够入肾经，养精气，补气血。你看那黑芝麻，它的能量是直入肝肾二经的。古人早就发现黑色在五行中属水，对应肾脏，因此补充肾气最有效率的颜色就是黑色。神农本草经甚至将黑芝麻列为上品，记载它能补五内，益气力，长肌肉，填脑髓。现代人费尽心思想要延缓衰老，希望到了晚年不驼背，不轻易骨折。其实每日坚持食用少量炒熟的黑芝麻，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生命了。至于鸡蛋，那更不用多说。古人甚至有一颗蛋抵10味药的说法。鸡蛋性味平和，能入心、肺、脾三经，主要功效是补虚劳、养阴血，而蛋黄更能补益脑髓。这些功效无一不与骨骼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联。你别理会现在有些人说鸡蛋含有胆固醇，那多半是现代人为了推销某些药物，刻意制造出来恐吓大众的说法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的祖先吃了几千年的鸡蛋，也从未听闻过胆固醇这回事，更没有谁因此而普遍生病。鸡蛋配上黑芝麻，等于是阴阳同补，一个滋养肾精，一个补充肾阴，并且都能够入血分、入骨髓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骨，绝非外面那些广告宣称的钙一喝骨就硬那般肤浅，那多半是骗人的。我在行医期间，许多西医看到我给病人的调理建议如此朴素，都感到十分讶异。他们亲眼见证病人停止服用钙片，仅仅是每日早晨吃一颗蛋，配上黑芝麻粉，几个月后骨密度反而显著提升，连长期的腰酸背痛都缓解了。西医之所以不理解其中的原理，是因为他们未曾接触过中医的脏象学说。倘若你没有学习过中医的整体观，你自然会相信骨质流失就是因为钙的流失，于是你会想尽办法去补充钙质。但事实上，骨骼是活的组织，它深层的生长与修复完全依赖肾气的推动。你的肾气一旦旺盛，骨骼自身就会去捕捉和利用钙质。你的肾气一旦虚弱，再多的钙片吃进去，也只会在体内四处乱窜，最终被排泄掉的远比吸收的多。我授课时常跟学生们说，中医看待食物不仅仅是分析它的营养成分，我们更看重它的性、味、归经与作用。你要明白，一种食物能否对骨骼有益，关键不在于它含有多少毫克的钙，而在于它的能量能否顺利进入肾经、骨骼，并起到滋养筋骨的作用。你吃进去的东西必须能够走到你身体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才算有效。吃了不代表就吸收了，吸收了更不代表就能被利用。先谈谈鸡蛋。鸡蛋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食物，古人称之为天产元精，意指它是天地自然生成的生命本源。一颗鸡蛋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起点，它内在就蕴含了完整的阴阳结构。蛋白属阴，蛋黄属阳。蛋白清澈润泽，蛋黄滋养厚重。鸡蛋性平胃肝，入心肺脾三经，能够补益虚损，滋养血液，生成精液。你每天早晨食用一颗鸡蛋，
补充的是全身气血的基础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容易头晕、腿软、腰酸的人，效果会非常显著。很多人说蛋黄不能吃，因为有胆固醇。我听到这种说法就觉得很可笑。我们中医看的是整体效应，蛋黄能补脑、补髓、补中气，怎么可以轻易舍弃？你仔细去观察那些因为害怕胆固醇而不敢吃蛋黄的长者，结果如何？许多人脑力退化加速，走路不稳，更容易跌倒，这才是真正潜在的危险。人体的胆固醇绝大部分是自身肝脏合成的，并非吃一点蛋黄就会超标。只要你的肝脏功能正常，吃进去的东西都能有效代谢。反之，若肝功能不佳，就算只喝水都可能产生问题。再来说说黑芝麻，这个食材在中医里的地位极高，它被视为纯阳之物，味甘性平，归肝肾二经。其主要功能是补益肝肾，填精益血，滋润五脏，强健筋骨，乌黑须发。你只要一听到这些功能描述，立刻就能明白它对于骨骼的重要性。因为肝主筋，肾主骨，只有肝肾同补，筋骨才能真正的强壮起来。黑芝麻最巧妙的一点是，它还能润滑肠道，帮助通便，这对于体质调理期间的老年人尤其适合。黑芝麻也是以形补形的经典代表，它的颜色是黑的，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能补肾精，它的外形酷似肾脏，又含有丰富的天然油脂，能滋阴润燥。在临床上，我经常将黑芝麻开给那些肾虚腰痛、夜尿频繁、手脚冰冷、头发早白的病人，效果都相当出色。而且芝麻药性平和，不寒不燥，适合长期作为保养品食用。不像某些补药，服用久了会产生偏性，破坏身体平衡。我最推荐的食用方式是将黑芝麻用小火炒熟，然后研磨成粉，每日早晨搭配鸡蛋一同食用。芝麻经过炒制后，香气被激发出来，药性会变得更温和，也更利于脾胃的吸收。而且炒过的芝麻不容易在体内产生湿气或痰饮，对于那些脾胃虚寒的人来说也相对安全。你可以煮一颗蛋，将炒好的芝麻粉撒在蛋黄上吃，也可以将鸡蛋做成蒸蛋羹或煎蛋，再撒上黑芝麻粉，这样不仅养生，口感也很好。这两种食物看似简单，但它们的组合堪称天作之合，一个补阴，一个补精，一个主要走心、肺、脾经，一个主要走肝、肾、命门。鸡蛋偏向于滋养后天的气血，黑芝麻则偏向于滋养先天的肾精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完成了对骨骼、气、血、精三个层面的三重滋养。这才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补，绝非是你在超市买来的钙片加上维生素 D 就能够替代的。而且你必须知道，补钙这件事不是越快越好，也绝非越多越好。你看现在许多青年人骨头虽然硬朗，却常常精神不济，畏寒怕冷，失眠掉发，这就是骨虽硬但髓已空的表现。相反地，有些长者看起来身形并不高大强壮，但精神耳聪目明，步履稳健，头发乌黑，那是因为他们的肾气依然稳固，骨髓并未亏虚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骨气。我曾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每日清晨坚持练习气功，早餐固定是2颗鸡蛋，配上她自己炒制的黑芝麻粉和红枣汤。她整个人气色红润，神采奕奕。她告诉我，年轻时曾遭遇严重的骨盆骨折，当时的医生断言她将来无法长时间站立，但她没有依赖钙片或药物，而是完全通过食疗慢慢将自己调养回来。她的秘诀就是坚持食用鸡蛋和黑芝麻。所以你看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盲目的去购买各种保健品，而是静下心来去了解自己身体的真实需求，并从日常的饮食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补养之道。真正的好药往往不在药房的货架上，而可能就在你家厨房的橱柜里。我一直认为，中医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用来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，而是教导人们如何活得健康，不生病。鸡蛋配黑芝麻，这个组合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它背后所蕴含的是中华几千年来关于食补、药理、脏象、气血、经络的整套完整理论，是真正能够帮助你从生命根本上调整体质的法宝。很多人喜欢问我一个问题，李老师，您说鸡蛋跟黑芝麻这么好，那它们的钙含量真的足够吗？我告诉你，只看表面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今天吃进去的营养并不是进了嘴巴就算数，关键在于你的脾胃能否消化，
肠道能否吸收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身体脏腑懂不懂得如何去运用它。我们首先来看黑芝麻，它的钙含量实际上是相当惊人的。你如果去查阅营养学资料，就会发现每100公克的黑芝麻大约含有780到870毫克的钙质，这个数字比同等重量的牛奶要高出好几倍。不仅如此，黑芝麻中还富含镁、锌、铁、磷等多种微量元素，这些对于骨骼的构成同样至关重要。钙在身体里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，它需要一个团队协作，必须要有维生素 D、镁、维生素 K 以及骨髓的共同作用，才能真正的沉积到骨骼之中。黑芝麻的营养结构是纯天然的，人体对它的吸收过程是温和而持续的，不会一下子给身体带来过大的冲击。就像我们中医常说的，缓则久，急则伤，慢慢来，反而能调理得更深入、更长远。你看，中医的调理方式是滋养五脏六腑，从根本上提升机能，而不是去追逐表面的数据。骨骼的强健并非一日之功，也不是单靠某一味药就能达成，而是需要你日复一日持续不断地给予它正确的滋养。而鸡蛋在西医的观点中，它是完全蛋白的绝佳来源，这意味着它含有人体所需的所有8种必需氨基酸。这一点极其重要，因为骨骼的组成不单单只有钙质，还包含了大量的胶原蛋白和骨基质，这些都需要优质的蛋白质来构建。你如果只补充钙，却缺乏足够的蛋白质，钙就没有可以附着的结构。蛋白质好比是骨骼的钢筋结构网，钙质只是填充其上的水泥。更奇妙的是，蛋黄中天然含有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是身体吸收利用钙质的钥匙，没有了维生素 D， 吃进去的钙绝大部分只能穿肠而过，直接被排出体外，吸收率低得可怜。所以你看，黑芝麻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钙质，鸡蛋黄则提供了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， 它们的组合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完整的补钙系统，根本无需额外去摄取那些化学合成的营养补充剂。我讲一个观点，你务必要记住，天然的食物身体能够识别，人工的制剂身体往往会排斥。你把一颗钙片吞下肚，身体未必认得它，那些都是经过高温化学程序处理过的东西，其分子结构与天然食物完全不同。如果你本身肠胃功能就比较虚弱，或者体内湿气很重，那些钙片可能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，反而越吃肚子越胀，便秘越严重。相反地，像鸡蛋和黑芝麻这类天然食物，其结构是身体所熟悉的，消化吸收的过程非常顺畅，不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。你长期坚持食用，会感觉到精神慢慢变好，腰背逐渐有力，头发恢复光泽，指甲也不再容易断裂。这些都是身体整体机能在恢复的表现。我们不应只盯着骨密度那一个数字，而应关注整个人的生命状态在提升，这才是中医所讲的调理元气。而且你是否知道，服用钙片是存在副作用的？我见过许多病人因为长期服用钙片导致腹部胀气，引发肾结石，还有人因此产生了非常顽固的便秘。因为钙本身具有收敛沉降的特性，如果你本身排便就不顺畅，吃了钙片只会让情况雪上加霜。而黑芝麻本身是润肠的，它在补充钙质的同时还不会伤害肠胃，特别适合老年人、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。我行医这么多年，最常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一位患者被诊断出骨质疏松，西医立刻就开出钙片，并嘱咐他每天喝2大杯牛奶，再配合几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。我问他，你服用了这些之后，有没有感觉到腰背更有力了？有没有觉得身体比较不怕冷了？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回答，没有。有些人甚至还向我抱怨，医生，我吃了钙片之后，反而觉得肚子总是胀胀的，晚上睡觉脚还会抽筋。你看，这就是现代医学的盲点所在。我告诉你，钙片根本不是处理骨质疏松的最佳方案，它仅仅是粗暴地将大量的钙投入到身体里，却没有告诉你如何引导这些钙被骨骼所吸收利用。这就好比你要盖一栋房子，光有成堆的砖头是远远不够的，你还需要有工人、有水泥、有设计蓝图。你把一堆砖头随意丢在工地上，它们绝不会自动变成一栋房子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把钙片吞进肚子里，它不一定会乖乖地跑到你的骨骼里去，它有可能跑到血管壁上，慢慢形成动脉硬化，或者跑到肾脏里，逐渐累积变成结石。我曾遇到一位病人，才50多岁，身体状况尚可。他听朋友介绍一种
号称高吸收、零副作用的钙片，便一口气连续服用了3个月。结果在年度体检时，发现肾脏出现了结晶体，尿钙指数严重超标。他非常惊讶地问我怎么会这样？我以为吃钙片是为了健康啊。我对他说，你以为自己吃的是保健品，实际上可能是在服毒。如果你的身体机能没有能力去运化这些外来的钙，那它们对你而言就是代谢垃圾，长期在体内累积，迟早会出问题。你再深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现代人会如此迷信钙片？就是因为最基本的观念被误导了，大家都被商业广告长期洗脑，错误的以为骨头变脆就等于钙不够。但我告诉你，中医的诊断思维从来不是这样看的。骨骼之所以脆弱，是因为肾气虚了，肾脏无法很好的履行其主骨的职责，骨骼自然就不会致密、强壮、稳固。所以你越是绕开补肾这个根本，而一味的在补钙上使劲，就越是本末倒置。而且我再说一句重话，倘若你不了解中医的智慧，你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骨骼的问题，其本质是肾气的问题。你不把肾的根本能量补足，骨骼就只是徒有其表的架子，早晚有一天会垮掉。现在很多长者在服用了钙片之后，血压反而升高了，便秘更加严重了，走路也感觉更无力了。他们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这正是因为钙收摄的属性让身体变得更加紧绷，气血的流通也更加不畅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就阳气虚弱、体质偏寒的人来说，钙片对他们而言根本就是毒药而非营养。中医讲求食药同源，真正的补是要补到五脏六腑的根本机能上去，让你的身体恢复自己去抓取钙质，制造骨骼、涵养骨髓的能力，而不是靠你从外部一直强硬的塞进去，结果越补身体越失衡。所以你若问我到底需不需要吃钙片，我的答案非常明确，不是绝对不能吃，而是根本没有必要吃。只要你能把肾气养护起来，把脾胃功能照顾好，让身体的气血循环恢复正常，你的骨骼自然会变得强壮，完全不需要依赖钙片来支撑。鸡蛋跟黑芝麻的组合正是这个原则的最佳体现，它不依赖任何外力，而是从身体内部进行调理。长期坚持下去，你会感觉到骨质在缓慢而稳定的改善，骨头变得有力量，肌肉变得有劲道，行动也变得稳健。你会发现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检测数据上的改变，而是你整个人的生命状态都在改变。你早晨起床时不再腰酸，站久了膝盖不再疼痛，爬楼梯也不再气喘吁吁，这些才是真正补到位的体现。许多人听我讲完鸡蛋配黑芝麻的益处后，第一个问题通常是，李老师，具体该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，要吃多久才行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方法从我还是学生的时代就开始运用，一直到今天从未改变。越是简单的方法，越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最基础的做法就是每日早晨使用1颗鸡蛋，搭配2汤匙炒熟的黑芝麻粉。鸡蛋的形式可以多样化，水煮、清蒸，甚至做成蛋饼、蛋羹都可以。但关键是蛋黄务必要吃，千万不要再害怕胆固醇。芝麻则必须要经过炒制，用小火炒到香气散发出来，微微有点爆开的感觉即可，然后用石磨或者料理机将其打成粉末状，这样更有利于吸收。你可以将芝麻粉直接撒在鸡蛋上，也可以拌在粥里或米饭上，甚至用温水冲泡饮用也行。很多人问我要持续吃多久才能看到效果，我说中医讲7749，体质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你如果能够坚持使用3个月以上，你自己的身体会给你答案。你会感觉到腰背比以前更有力，走路变得更轻松，膝盖不再总是发出咔咔的声响，早晨起床时全身也不再那么僵硬。这些细微的变化正是骨骼与气血功能在逐步恢复的结果。当然也有些人刚开始食用时会觉得肠胃不太适应，特别是黑芝麻，因为富含油脂，有时候可能会造成轻微的腹胀或大便变得比较油润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先不要慌张，这只是身体正在进行自我调整的正常反应。你可以先将黑芝麻的分量减半，或者在食用时加入少许的姜末、红枣粉来中和它的润性。芝麻属性滋润，对于体质本来就寒湿比较重的人，一次吃太多，初期可能会有些不适，但只要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，就能很好的平衡回来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70岁的老太太，她听完我的讲座后，开始自己动手制作黑芝麻粉，每天早晨用鸡蛋煎一个芝麻蛋饼来吃，
坚持了2个月后，他不仅骨密度检测结果有所提升，而且膝盖不再酸软无力，连带头发也变黑了不少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李老师，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年轻了起来。我听了固然为他高兴，但同时也提醒他，你现在只是走在了一条正确的路上，千万不要停下来，要继续坚持。这种食疗方法并非那种吃一次3天或7天就能立竿见影的猛药，它是需要用时间慢慢涵养出来的健康体质。你要相信身体的自我修复是有其内在节奏的，只要你给予它正确的材料和正确的方法，它就一定会用正面的变化来回应你。我也经常建议一些病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加入一些强化的组合。如果你感觉肾气比较虚弱，可以在黑芝麻粉中再加入少许的核桃粉和黑豆粉，这样补肾的效果会更全面。如果你是正处于更年期的女性，可以搭配一点桂圆肉或当归粉，以帮助养血调经。如果你家里有正在发育期的儿童或青少年，加一点红枣粉或山药粉，更能促进他们的成长力。这些组合我在诊所里都实际运用过，非常安全且有效。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，有少数人不适合这个方法。比如说你体内有严重的肠胃湿热，表现为大便黏腻不成形，舌苔厚重黄腻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黑芝麻就要特别小心。还有那些体内火气特别大，经常口舌生疮、眼睛红赤、舌质红苔黄的人，也需要暂时缓一缓，应该先清肝泻火，待身体的热象消退后再开始补养，否则可能会感觉身体更加燥热。中医讲求辨证论治，没有一个方法是人人都100%适用的。但是你如果体质偏向虚寒，经常手脚冰冷、腰酸背痛、容易疲劳，或者已经被诊断出骨质疏松、年纪偏大的朋友，那这个组合几乎可以说是100发100中的良方。我再重复一次，鸡蛋加上黑芝麻，吃的不是表象的钙，而是在涵养深层的骨气与肾精。你不是在单纯的喂养骨头，而是在滋养你的生命之本。你每天愿意多花5分钟的时间，为自己煮一颗鸡蛋，炒一把芝麻，你就是在为10年、20年后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推荐那些昂贵的保健品？因为在我这一生的行医经历中，看到太多人把钱花在了错误的地方，却恰恰忽略了那些最根本、最朴素的养生智慧。鸡蛋并不昂贵，黑芝麻也不稀奇，但它们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，远比许多上千元的保健品来得更实在。我这几十年来看过无数骨质疏松的案例，有些患者甚至还不到50岁，骨密度就已经衰退到跟80岁的老人一样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骨头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要把它重新养护回来，也绝不能指望1天就能见效。我遇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从台湾来的张姓阿姨，60岁出头，当时来找我的时候，走路需要扶着墙壁，每次上下楼梯膝盖都疼痛到不敢用力。张阿姨告诉我，她服用钙片已经整整5年了，也遵照医嘱每天喝牛奶，但每一次的复诊检查，医生都告知她骨密度并没有什么起色，相反的，她的胃肠功能却越来越差，整天都感觉胀气，排气不断，还伴随着严重的便秘，吃什么东西都觉得不舒服。我听她讲完之后，笑着对她说，你这些问题不是因为补得太少，而是从一开始就补错了方向。我给她建议的调理方案非常简单，没有任何钙片，也没有开具任何补药，就是让她回家后每天早晨坚持吃1颗鸡蛋，2汤匙炒熟的黑芝麻粉，再配上一杯温热的红枣水。她当时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照着做看看。仅仅过了3个月，她就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语气兴奋地说，最近早晨起床时身体不再那么僵硬了，走路时腿感觉比较不酸了。等到6个月后，她再次来复诊，她的骨密度报告竟然奇迹般的上升了2个百分点。我告诉她，这并非鸡蛋和芝麻有什么神奇的魔法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机能开始恢复了抓住并利用营养的能力。她以前吃再多的补品，也都被功能不佳的肠胃给排泄掉了。现在脾胃的功能强健了，肾气也逐渐充足了，身体自然就会主动去吸收营养来补养骨骼。你看，中医所讲的调整体质真的不是一句空话。还有另外一位病人，是我早年在诊所遇到的一位退休教师，他常年被腰酸、牙齿松动、走路无力、手脚冰冷等问题所困扰。他的骨密度报告上明确写着严重疏松，西医建议他接受药物注射治疗，但他内心非常抗拒，
我当时给他开了调理肾气的中药汤方，同时也叮嘱他每天必须坚持吃鸡蛋和芝麻粉。一个冬天过去，他的气色整个都改变了，人也站得比以前更挺直了。他自己描述说，我并不是突然之间好转的，而是感觉身体的力量一点一点慢慢的回来了。这些真实的案例都不是依赖什么名贵的中药材，更不是靠什么神奇的偏方，就是用最简单最朴素的东西去对应正确的病症，在正确的时机针对正确的体质进行调理。你每天这样吃，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，但只要时间拉长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质的改变。你会发现自己站得更稳，走得更远，笑得也更开怀。这不是药物的力量，而是你自己沉睡的生命力正在被重新唤醒。人活着不是靠补才能健康，而是靠养。这个养字是中医几千年传承下来最核心的智慧。你要骨骼健康，就不应该天天只想着吃钙片，而是要深刻的去理解骨骼的能量从何而来。它是从肾气而来，从精血而来，从你每一天的气色、呼吸、饮食、睡眠之中涵养而来。鸡蛋加黑芝麻这个组合，没有任何浮夸的广告宣传，也没有快速见效的神奇承诺，但它却是真正贴近生命、贴近自然的补养方法。你愿意每天为自己煮一颗蛋，炒一点芝麻，你就是在为自己补充骨本，补充你的精神。当别人在花大钱购买各种保健品时，你只用最基础的食物，就在让自己的身体机能慢慢的回春。这才是中医所讲的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。我看过太多的病人在采用了这个方法之后，改善的不仅仅是骨质密度，他们整个人的生命状态都得到了提升，变得更有力、更有神、更有光彩，走路稳健，睡眠深沉，记忆力也变好。这些全面的变化不是你去医院做检查能完全呈现的，而是你自己每一天都能在生活中真实感受到的。所以我最后希望你记住，补钙这件事从来不应依赖药物，也不应迷信数字，而是要问问自己，你的身体有没有在真正的养骨气。只要养对了，根本全身的状态就都会跟着好起来。